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张宇轩。中美大战呢，一路从南海之间的分端，要打到科技战上。现在传出一个最新的消息，难道中国要挑战整个科技标准的制定霸权了吗？现在传出一个，华为宣布在25号会发表最新的平板，叫 MatePad， 但它特别的并不是在这个平板，而是上面搭载的一个系统，叫做星闪 Neuralink。这个星闪系统呢，号称有机会可以取代什么？直接取代掉现在的蓝牙，而且加入这个星闪的联盟已经超过300家了。未来极有可能把蓝牙技术给取代吗？而且苹果过去也曾经表态过，会为了要遵守欧盟法律，所以特别把 iPhone 的这个接口改为成是 Type C， 是什么意思？代表现在大家还是依照市场规模来说话，哪一个市场大？大家就得去遵循，而现在中国的份额呢，有高达8%。华为跟鸿蒙坐稳第3大手机的一个操作系统，未来会不会随着这一波的浪潮逆势增加？恐怕有这样非常高的可能性。各位可以看到的是，2022年呢，搭载这个 Harmony OS， 也就是华为设备的系统，已经有多少台？3.2亿台了，所以除了说这些特别不是亲美的国家，比如说一些东南亚甚至是非洲国家，会不会有机会让它的族群持续扩大呢？而雷蒙多这个美国的商务部长也非常的焦虑，说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说中国可以对先进晶片进行量产，他指的是谁？当然是讲的是先前推出的 Mate 60 Pro， 这个东康说看到公告的时候呢，感到惊讶和不安。唯一的好消息是，应该没有办法大规模生产7奈米的晶片。中国竟官员用 iPhone， 更让人家感到担忧。这是美国这边的看法，但真的没有办法吗？结果华为马上提出新的不一样的观点。为什么？他在10月就准备要推出5G 的中阶手机。已经接连2波，从所谓的麒麟9000到麒麟9100，现在这个晶片大量的在生产啊，更何况它这一支是所谓的 Nova 中阶系列手机，也同样采用自家晶片，而且支援5G。现在传出说，华为整个新机已经登上了整个大陆销量的排行榜第2名咯，而且呢，只输了一家，这家公司是谁？是荣耀，也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公司。换言之，华为已经彻底的称霸整个中国市场。根据市场调查机构说，华为第36周以17%的销量占了市占率，得到中国智慧型手机市场第2名，仅比第1名的荣耀落后0.2%。供应链预计第37周有望达成第1，出货高达了4000万台，4000万台上，通通都得要装载自家的晶片，真的是会如同商业部长讲的没能耐量产吗？那这些手机总不可能晶片凭空出世吧？而华为的老板呢，也特别跟苹果校正咯。现在传出说他是果粉，任正非亲自出来讲说：“哎呀，苹果是我的老师。”到底是真的称赞还是在嘲讽？他说什么？制裁华为也是一种压力，也是一个动力。经过4年的攻坚，20万员工的拼搏，我们会开始展开第4次的工业革命。基础就是大算力，其规模之大不可想象。什么意思？他说意思就是说，未来可能会往 AI 这个方向去发展。同时呢，他也讲到女儿说：“哎呀，像我女儿啊，在美国读书。”不用苹果，上课就很不方便。我们也不用排外，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些苹果的产品为什么做得很好，甚至看一看我们跟它之间的差距。换言之，他不怕苹果当对手，甚至是把他当老师，有老师很幸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果粉也不为过，完全没有要落下阵的意思哦。而且现在连美国媒体都讲，iPhone 现在每一代的推陈出新，感觉越来越没有变化。从13、14、15，难道未来只剩下一条路叫做死亡行销了吗？什么意思？苹果现在呢推出很多制造恐惧心理的产品，比如说呢 Apple Watch 可能会被熊咬伤，可能会淹死在下沉的气层中，可能会困在垃圾压缩机里面，都是一些很极端的状况，甚至掉进冰湖里面冻死。Apple Watch 可以免于你死亡 ，iPhone 也可以。如果遇到翻车事故，困在山顶 ，iPhone 还会救你。这指的是什么？最近 iPhone 推出的不就是卫星电话吗？感觉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不是一些实际上的用途或改版，而是死亡行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 AI 技术却在全面的发展。华为的下个10年，他们的孟晚舟
就提出来说，全面智慧化要打造中国算力底座。他说，华为呢会全面的提升软硬新边端云的融合能力，做后的黑土地，满足多样的 AI 算力需求。就连马斯克都赞同说 ，AI 领域上中国确实是领先的国家之一，有潜力变成第一名。从一个迹象就可以看出来，就连全球人工智慧峰会也邀请了中国出席参加。回到最前面，华为现在推出来的这个新科技，驾驶你怎么看？会不会真的有可能把蓝牙给取代掉？对，这个星闪它的这个同步可以连接4000个这个对象，所以它比这个现在蓝牙这个功能强大太多了。那这个是基本上就是万物互联的一个概念啦，因为华为基本上它对手机的定义跟这个 Apple 是不一样哦，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将来会变成手机这个 Pad， 然后汽车，甚至办公室它基本上它都整合在一起，所以它这个连接的性非常重要。所以就是说，你手机不是单一机子，你不是做手游的，你也不是拿来听音响、拿来照相。华为对于手机的这个定位，我觉得是所有这个做手机品牌里最看得最远，而且最具雄心的。它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概念，而且将来就是说它的手机功能强大以后它可能手机它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行动办公室它可以召开会议，它可以甚至加入 AI 的成分它可以做分析、语境分析，甚至做出什么逻辑判断。所以这个东西它功能不断的扩大，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强大的连接能力。你现有的连接来讲呢，你的速度跟它的功效是小很多。所以这个星闪事实上是我觉得在手机上面来讲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这个是一个技术上极大的一个关口，中国大陆得到突破这个我讲是把手机带到另外一个境界的很重要一个技术关键。那这个雷蒙多这个想法，其实在华为这个麒麟晶片一推出，很多人都这样猜啦，就是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这个梁孟松再厉害，他的那个听说他的这个中芯这个有关7奈米晶片的良率也不过15%啊。对啊，后来我们台湾的一位这个所谓的这个半导体专家说，应该大概50%啊，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因为现在一般这个已经在实用阶段的晶片它良率不到90%的话那事实上的话，它的成本会增加很多，非常多。你如果50%的话，那你就是现在以台积电的话，你就是2倍的这个怎么样？2倍的成本。那你想想看，这只手机 Mate 60 Pro 它定价是6999，它敢这样定价，如果这个是要赔钱的话，它赔得起吗？600万只，卖一只赔一只，卖一只赔一只。所以有人就说，这个手机是中国大陆拿钱在后面这个补贴的，有必要吗？没有做出来，你就再等着做出来再说吗？你干嘛拿钱一直赔？而且这只手机可能明年会卖到4000万只要赔多少钱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为是一个私营的盈利公司它为了这个手机要赚钱的。如果说是赔钱的话，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技术上没有突破，不达到量产适当的量产跟良率的功能的话，它不会推出的。是，周老师你怎么看？现在中国感觉好像真的从晶片当中突围了，甚至是反过头来要跟美国叫板，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我觉得 AI 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领域那因为最近这个大陆的这个百度推出了它的这个 ChatGPT，叫做文心一言。然后这个字节跳动公司，也就是抖音这家公司了，它也推出了一个它的豆包，所以感觉上大陆在这个 AI 这一方面看起来有一些突破，这个也让美国感到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你看今年以来很多的讨论都在谈两国在 AI 上的一个竞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两国也未必一定是处于这个零和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 AI 基本上它的一个这个
标准制定还是在一些国际组织里头，比如像说 ISO 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或者是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或者是 IEEE 叫做电子电机工程师学会。那这3个机构里头，其实它有一些所谓的工作小组在处理 AI 的标准。那这里头其实都有大陆的这个工程师、技术专家在里头参加，那当然也有美国、也有欧洲的西方的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那特别是有一些还有大陆的这个专家领导的一些小组，这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其实两方面也有一些合作的平台在里头，因为毕竟你未来这个所谓的技术互通也好，你未来这种所谓的产品的出口也好，它还是需要有一个共通的平台，可以让它相互协作。你没有办法完全去分割。虽然看起来保护主义的浪潮很高，但是事实上来讲呢，未来你这个寻求一个大市场，寻求这个相互通用，大概你还是需要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在里头啊。那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AI 大陆最近颁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大陆的这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了一个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那根据这个办法，当然它对 AI 的内容有一些管制。那很多西方人就说：“哎呀，你看他又在进行言论管制啊，什么社会主义内容不能有反恐啦，不能有恐怖主义啦，不能有这个那个的啊。”那当然，这个其实它的确对于 AI 的内容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我们注意到有2件事情，第一个，在其他国家对于言论它也有一些管制，虽然管制的这个程度差蛮多的，但它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管制。比如像在美国所谓仇恨性的内容啦，或者是其他一些可能触及刑法的言论内容，它未来是不是要管制？第二个，这个是在大陆过去网际网络它也有言论管制啊，但是在美国发展网际网络之后，大陆很快它的网络也发展得很快，最后很多新的应用都从大陆出来了。这说明大陆的这些企业懂得去怎么样去绕过它，去降低它对这个产业发展的这种局限。但这个其实反而是在美国现在在看说，大陆的这个经验是不是有可能让美国去学习？因为美国也需要去管制，但是美国不敢管制，因为怕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发展经验也好啦，或者标准制定也好，其实双方还是有一些合作的空间，不是零和的竞争。是李县长你怎么看？我们一般都只看到华为手机，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华为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是什么？为什么？像小县长手上的这只手机啊，是 Samsung 的，那它当然使用的那个是 Android 系统。那如果是 Apple 使用 iOS 的系统，那现在华为手机用什么系统？它用鸿蒙系统。那它用鸿蒙系统，其实我们要注意这种科技通常都是所谓的军民融合，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为了要避免那个微软或者是其他的软体公司在里面开后门，所以中国有鸿蒙系统，未来是不是它的所有的战斗系统，或者是所有的军事设备，通通改用鸿蒙系统？那个才是真正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也就是从此跟微软那个一刀切之后，要再从后门进入到中国的系统里面，那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现在谈到那个星闪技术那我们要想到一件事原来讲的是什么？原来讲的是大陆2025中国制造，2035中国标准。可是以星闪技术来讲，它等于已经制造了一种标准，也就是说，它提前了12年，已经提出新的一种标准，也就是星闪技术。星闪技术它除了传输速度，还有在时间延迟跟抗干扰。为什么抗干扰？那当然它是很多平台可以一起使用，可是以军民融合的角度去看，使用在军方科技上面是不是更为合适呢？那也就是说，这个慢慢的也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当初我们现在使用的 Triple W 当初也是美军在使用我们现在用的 GPS 系统也是美军在用当大陆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走的时候，才真正称得上大国崛起。我们先休息一下，进行广告。
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张宇轩。中美之间的关系先前是斗而不破，但现在感觉好像慢慢出现一些融冰的迹象了吗？拜登跟习近平呢互相释放善意，到底是中国有需要，还是美国撑不住？在联大的演说当中呢，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拜登说什么？说我们美国呢会致力去风险化，不会跟中国脱钩，只是为了要去除风险。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也引了抗战时说，希望美国跟中国可以一同合作，两大国呢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会有合作双赢。即便中美经济战呢还在继续，但习近平也没有这个坐以待毙，不断的把所有的美债陆陆续续的抛售，恐怕会让拜登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反观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了吗？中国好像对于通货紧缩的这个消息呢，慢慢的改善，包括6、7月后呢，公布8月主要经济数据，显示出明显的改善迹象。从消费到工业，官方都说有改善。中国发委的这个副主任丛亮特别讲，唱衰中国的言论从来没有实现，现在未来也不会实现，反而是美国的美债现在已经上看高达3兆美元了，光是利息都可以养2支美军。就连华府智库都感叹说：“哎呀，美国政府还要偿还利息，高的不可思议的美债利息超过新台币44兆，几乎达到美国国防预算的2倍。”叶伦却跟大家讲，一切没问题，真没问题吗？大陆还在连续4个月持续的减持美债，创下了14年以来持有美债的新低。2009年6月之后，从来没有这么低，是仅次于日本的第2代海外持有美债地区。而美国国会的预算法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共识。我们刚才讲国债的问题没有解决，联邦政府恐怕会停摆。为什么？发不出钱来，公务员没有薪水可领啊。近期呢，国会2党因为没有共识，卡住了多笔预算，大部分的资金在9月30号就会到期。如果到时候还没有办法取得共识，恐怕就会没钱可以用。但现在拜登狠心就是要猛攻，对于大陆全面的封杀。美企呢说真的不敢去大陆了吗？数据却好像不是这样讲的。今年呢有31%的美国企业在大陆投资规模竟然比去年高出25%，但在大陆的企业，美国企业表示说，有2/3认为其实压力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通通来自于自己的美国政府。反观呢，现在中国呢采取所谓的多边政策，什么意思？王毅呢会见普京的时候，特别的这个交代了一个普丁亲信见到王毅，特别说支持中方对台的政策，双边还特别一直强调说一起对抗西方的抵制。王毅说什么？中俄关系呢风云变幻，但是呢会密切的配合，共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而对于过去外媒曾经把中国跟俄国形容成新的轴心国，他们也特别驳斥了说，我们中国才不会搞这种集团政治。西方呢特别要把中国跟俄国的多边关系呢弄成中俄朝轴心，绝对不会弄这种集团政治，严正的驳斥。反观这个会晤苏利文，这个普京访华之前，王毅去俄罗斯到底透露了什么样一个重要的讯息？事实上是在对整个全世界宣告，中国既要稳定中美关系的护栏，没有要特别的搞破坏，也希望呢跟中国跟俄国的关系呢能够继续深化。现在三边仿佛一个三角形，以及维持稳定的关系达成了平衡。大使，您怎么看现在中美俄三边角力现今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三角关系如果美国是站在孤立的那一边那当然美国是陷于非常的不利高度的不利。那 Brzezinski 就是美国这个上一个世纪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家，他说最怕的就是什么？中国、俄罗斯、伊朗都站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世界岛的这个核心基本上团结在一起那美国这个国家就危险所以这个从战略角度上看，当然了，美国现在的问题很大，对，从短期来看都面临很多问题了，中长期的话更不要说。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川普就在笑拜登就说你这个
基本的这个架构摆的架势，你现在已经居于弱势了。所以川普他讲说，我如果当选，我第2天就可以把俄乌战争怎么样就结束。为什么要这样做？基本上就是把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把它怎样，把它缓解一下。现在俄罗斯是美国逼着他往中国大陆的怀抱去投。要想想看，全球军事第2、第3大强国结合在一起，你第1大强国你也没有什么优势。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嘛，很基本的。那1+1大于2啊，对不对？2比1，2比1大嘛。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拜登把自己美国的处境带到一个这个角落去了，他没有办法我觉得长远他会陷入一种消耗战。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整个西方在消耗俄罗斯，可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的经济数据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反是整个在联合在一起，尤其欧洲物价飞涨，对，政治走向什么？走向极右。然后呢，现在为了给这个乌克兰什么样的援助吵成一团。那今年冬天又要到了，现在整个德国还有东欧，他们现在的这个能源价格都接到美国这个比较高昂的价格上，所以他连生活上都会有问题了。所以到底谁消耗谁？我觉得这个战争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原先所预期的，整个西方一起来消耗俄罗斯。另外一方面就变成中美之间的战争这个长期的竞争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是被消耗的一方，因为美国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它的 GDP 80%以上是靠服务业，它也没有实质的，它已经没有实质的产业，它是服务业。服务业这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金融业，一个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那现在金融业跟美国人霸权2个都陷入困难。而美国长期的透支之下那现在它的金融跟美元的地位都要靠谁来支撑？它需要中国大陆来支撑，中国来支撑。所以这个基本形势事实上对美国不利。然后美国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大弱点，就是它每4年要选举一次。那现在拜登的话，事实上你看他这次在这个联合国的调子基本上对中国来讲是好像看起来挺鸽派的。其实是不得不然，不是对中国示弱，而是他就要让美国的整个的产业界尤其华尔街还有美国的这些制造界，在中国有极大利益的这些产业让他们放心，不会把美中关系带到全面破裂的这个情况，让基本上华尔街没地方去赚钱，让这个美国现有的产业尤其很多美国还有一些优势的产业继续能够从中国大陆这个市场赚取它可能总收入的1/4的收入。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它的整个问题慢慢都显现出来了。到底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呢被美国所长期战所消耗呢，还是反之？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反而被消耗。周老师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电视墙里头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外交战略不存在有所谓的这个结盟的概念，它不会加入任何阵营，也不搞集团政治。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其实是出自环球时报、环球网今天的这个社评。那这个社评其实要搭配另外一个看，就是习近平提到，就是给他习近平回信给这个飞虎队的这个他的这个家属的这封信，因为这一则新闻就习近平回信给这个飞虎队的这封信是在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个头版上又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就是韩正会见了布林肯。但也其实2篇都谈了同样一个讯息，因为在习近平这篇文章里头，他讲说中美关系的这个基础在人民之间的关系，那双方要什么呢？合作共赢，不搞对抗什么这些。那韩正也讲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你把这2个放在一起看，其实他向美国透露的讯息非常清楚。第一个，他对美国还是有善意的；第二个，他不会跟俄罗斯绑在一起，他更不会参加俄罗斯跟北韩的军事同盟。那他这个是要告诉美国说你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我认为这个是从大陆它本身的利益考量，因为他要在南北韩之间平衡，才不会让韩国全面的倒向美国这样才会让韩国跟美国之间有一点距离。那他换得什么呢？我认为其实大家看到一个
密利就是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最近讲气球那件事情是美国高估了，那个气球可能不是一个间谍气球。我觉得这个是你看几个月以来，大陆一直说，这个不是间谍气球啊，这个只是一个失控的飞行物。现在美国居然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这个主席这样说。第二个，拜登在联合国大会没有提到台湾。我觉得下一个，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密切关注，到底双方对台湾问题是不是达成了某种协议？因为大家知道，特别是明年万一赖清德当选，那大陆要准备怎么回应？是不是双方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什么方案，在应对明年的情势？我认为这个都是双方这一次会谈这一系列的这个互动，我觉得可能透露出了一件事情，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他们应该是为接着拜登跟习近平见面去铺路。那而这个会面如果成型的话，大概就会去确认双方在这一路上所谈的各项的事情。当然，核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吕县长，我们这么说啊，就是拜登他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演讲，他提到说，美国致力于去风险，并追求并不是追求与中国脱钩啊。这件事情呢，我们如果仔细把它切分出来，意思是什么？就是美国还要继续的使用中国的劳力密集，然后同样的希望能够回头赚更多中国的钱，但是有关于科技的部分，对不起，美国对于大陆来讲，谢谢不联络啊。但是呢，其实拜登这一连串，他是要缓和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第一段的有关于在东亚的关系抓回来，然后再看看现在的这个去风险，如果我们再配合苏利文跟王毅在马耳他的会谈，这三个代表什么？第一个代表的贺阻，第二个代表的对话，第三个叫做降低风险。对不起，这是哪一位候选人的他到美国所提出的看法？侯友宜。好，那我们就很清楚，在这个台面上的这些总统的候选人，他实际上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另外，小县长当然啊，要从美国商务部带出了这个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小县长要打勾的部分，这个是2020年中国所持有的美债啊，那基本上它是107万3407个单位啊。那接下来呢，结果慢慢的到了，我们看到如果到了2021年的时候开始减持了多少？其实只有5060个单位而已。各位观众午安，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张宇轩，立刻带你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前驻纽约大使介文吉介大使。宇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左教授。宇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吕舰长。大家好。我们这一下要讲到什么？台湾的国军大家讲，即便现在兵凶战危，也得要做好准备吧。就是蔡政府最常跟我们讲的话，但现在的军纪是不是出了点问题跟状况呢？最新的一个独家消息说，竟然呢有一名新兵没有关灯，结果被纠正，然后呢这个班长还抓狂拿榔头怎么样狂 K 这个大队长。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海军新兵呢有一个训练中心，原本呢有一个中式教育班长疑似不满张姓中校大队长指示说，电灯要关好，这个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吧，竟然当场抓狂，在安官桌旁边突然拿起榔头就对大队长的头部重击，造成重伤，最后呢还遭到宪兵队送办，而且无独有偶，就在陆军584旅4官兵的一个寝室里面，有人在干什么？不是积极的备战，是在开 party， 竟然在开饮酒趴，而且消息照片，各位看到整个拿着这个酒瓶的画面完全流出了，所以军方说要查，而且要严厉的去惩处这些人，而且不只是这样子，现在军纪的败坏，就连现役
不是退役，现役的少校何某要去诈骗一个八旬老翁的房产，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从洪仲缺事件之后，军事审判没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按照现行正常的法庭，所以也难怪军纪会变差。但是蔡政府说没有要打仗，没有要打仗，却还是加紧训练，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现在传出说国军有一个超硬的体训，要跑10公里，而且外加3公里的全副武装跑步。马文君揭露说，接获到投诉，陆军已经通令全军志愿军士官兵的体能训练标准会空前的严格，比照特战部队，不计时也不强求，这是陆军的回应。但10公里加上3公里的重装，哇，这非常累人呐！但当年民进党怎么说的？当年民进党怎么样去骂马政府说你们虐待国军弟兄？他说海军陆战队受训的时候流鼻血。对不对？大家这个包括走天堂路也好，或者是一些激烈的碰撞，受伤难免。但陈亭妃竟然骂说会让妈妈担心，说海陆太残忍了啦，怎么会憋气憋到流鼻血，还双手反绑游泳？看到这些照片会吓坏，不敢让孩子来当职业军人，完全忽略了海军陆战队真正的专业就是要在水下。讲出这些无稽之谈，当年呢被大家给炮轰爆了。不只是如此，包括这个台联的叶经理也说什么说。国军体能标准过严，他说要告马英九，你虐杀国军官兵。这在2013年的一个新闻，说马英九抱怨体能不佳，把3000公尺的体能标准从16分钟改到14分钟。各位对比一下，刚刚这个讲到是多少？10公里加3公里的装备，马英九是什么？3000公尺，也就是3公里，结果3公里说会让孩子中暑、热衰竭、加护病房、昏迷7天。不调整的话，就要控告马英九虐杀士兵。当年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批评马英九的？立刻带你来听一下。第一章是烈日下操练憋气至流鼻血，这严不严重？好严重哦！这个春节当天剖出来的，适不适宜呀？你是要跟他表示说？我把你的囡仔操到都辛苦哎，还是说我照顾你们的小孩子照顾得很好？到底严格的训练不是拿来做秀用的，而是场上的环境比这代表是战力就对了。是的，流鼻血就叫战力，它都是训练的一环。啊，他要适应这样战场环境，他我相信可能你们要募兵又募得更困难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陈亭妃当年是如何的去批判马政府从海军陆战队到所谓的3000公里这些事情，哇，讲成这样子。但现在大家担忧的是什么？到底有没有要打仗？根据最新的民调，林传媒呢公布说，52.24%的民众相信3年之内不会开战。所以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民众到底是不怕打仗，还是觉得根本不会打仗？那在这个避免两岸发生战争的风险，55.11%赞成跟中国全面对话，其中呢44.89%的人支持提升自己的军备跟国防能量。所以会不会就是这个状况之下，民众觉得反正战争根本不会发生，所以因此放低了戒心，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但台海之间就会和平了吗？事实好像不是如此。我们看到台海备战呢，现在发生的种种状况，包括现在全台湾根据国防部的公布，有一个叫远火部队的，是目前共军最先进，而且射程可以高达500公里，等于是什么？全台湾都覆盖在它的炮火之下。PHL-191远程火箭射程范围之大，威胁极广。就连呢，美国的官员跟众议员呢，也出来表达说，现在共济频频扰台，恐怕对台美之间都会是场灾难。而这个印太官员拉特纳就说了，清楚看到中共正在对台发动军事、外交和经济的压力。而众议院国防委员会的主席 Rogers 也说，如果无法阻止中国入侵，对台湾和美国都会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不只是嘴上讲，行动上也有些迹象。可以看到的是，美国最著名的幽灵舰队竟然现身在哪里？现身在横须贺，而且呢，水手游骑兵首次出现在前线的部署。这个幽灵舰队霸王计划的2艘船呢，9月18号
同时出现在横须贺港，是先进的这个无人船舰首次出现在美军，也就是我们讲第一岛链这样一个地方部署区域。之前呢，最远顶多出现在夏威夷，所以显然有没有危机、有没有状况，从美军的部署就可以看得出来。但现在美国难道什么事情都得要怪到大陆头上吗？现在发生一件最新的事情，就是说美国 F-35意外发生事故，现在呢一些工作人员开始陆续回收呢剩余的残骸跟一些机体，他们说我们现在怀疑说是不是中国造成的？他们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是有中国通过骇客入侵，然后让这个 F-35不幸坠机？反正千错万错都是中国的错。回过头来，台湾的军纪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大状况了？介大使你怎么看？这个是蛮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海军训练中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些新兵要到入伍就要到训练中心，先这个进行这个军队的这种洗礼嘛。所以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极讲究纪律哈，也有这个所谓的军中伦理的地方，就会一件这个电灯未开关闭这件事情啊，这个教育班长就把这个大队长打得重伤，用榔头打，这里面就是军纪的严重问题，不只是要检讨这个部队，我觉得整个要当做一个重大事件来看。因为你知道军队是讲绝对服从的，你不要说这个去攻击长官你这个连口头上你都不能够对长官有所这些侵犯的，要服从，要绝对服从，因为战场上事实上的话，一定要讲究绝对服从，因为你都是冒着生命危险长官说，你去往那边突进，然后你说太危险了，我不去，可以这样子吗？如果这样的话，那别人谁要去呢？那这个军队就不能打仗了。因为他通常是这样生命边缘的事情，所以他在训练的时候就要强调一种绝对服从，一种绝对的军纪如山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团体的氛围。那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看这个尤其在洪仲丘事件以后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军纪它没有足够的这个军法的这个作为它这个军纪所谓的确保军纪是有效能够执行到一个军法的基础的话，那我想基本上你碰到比较顽劣的，或者不愿意服从的，或者以不服从、忤逆为已经变成习惯的这样人你打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变成这种久了以后，你整个军队的气氛就劣币驱逐良币，你这个长官就很难够做一些坚持性的要求，去要求军纪，去要求贯彻。去要求绝对的服从，那这种气氛不存在，这种所谓的组织特性不存在的，这军队是没有办法打仗。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官兵在警示饮酒开趴，这个我觉得这个在过去的话，主官应该要把关了。这个就不是只是说少数人，而是这个整个部队已经缺乏那个严肃那样一种非常非常这种的气氛已经不存在了，居然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整个说起来，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军队从这两件事情看起来，真的我觉得是堪虑，非常堪虑。那因为我们也听了很多，现在比如说像陈廷飞这种不明事理的人他不懂得军队的特质那么就为了一个可能为他的一个选民的请托流鼻血，就讲出一种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质询。那这种情况多了以后那你变成部队不敢要求。你知道部队是一群人，你必须要给他一个坚强的纪律，然后呢要让他非常忙碌的一群人。如果说没有纪律又不忙碌的话，还可以饮酒作罢，那是非常松懈的，那非常容易出事。所以就变成就现在这个情况，我看起来真的我不是专家我们小舰长他在部队里待得久，这个应该是看得更清楚那我只是一个服过2年预官役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义务役的这个人来讲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李舰长，对讲到这个，你绝对是专业的，从军纪问题到现在，感觉好像真的是要加紧战备了。但过去民进党的讲法也不是这样，过去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画面，批评到不行，3000公尺也不行，现在变成是要13公里。真的会有效吗？台海真的要发生战争了吗？
我曾经担任过中字号的舰务长。我参加汉光演习的时候，有一次陆军的一个营长，他我们演习结束之后，回收陆军的部队到我们船上之后，然后我们再把部队送回基隆。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营长问了我们一件事啊，他说：“你们的陆战队啊，海军陆战队为什么这么剽悍啊？”他说他们冲上滩头也就喊杀那个陆军的兵。连枪都不要了，丢了就跑，觉得会被打。他说：“你们陆战队到底怎么训练的？”那我旁边的这个轮机官他是陆战队出身的，他就说：“我们每天跑10公里，不是早上跑10公里，晚上跑10公里。”我说10公里陆战队还好吧？他说：“你知道怎么跑的吗？先跑5公里，跑5公里之后到文康哨门口附近。”先做100下俯卧撑，再做100下交互蹲跳，再做100下仰卧起坐，做完再跑5公里。我说我靠，那真的很累耶。我说那你们游泳怎么练呢？他说那个时候在国训中心，他说从头到尾跑步去，没有在坐车的。他说陆战队没有在派车的，所以陆战队训练成这个样子啊。可是后来就没有这么严格了，讲人性化啊。那但是有关于军法这个问题啊，我可能要提出一点看法哦，也就是说，现在是司法依据军法来进行判决，事实上它还是依据军法。那但是呢，为什么判决会比较轻呢？因为都是初犯，你顶撞长官，你会有前科吗？不会啊，你第一次来当兵怎么会有前科？但是啊，我在部队里，我还真的看到很多。长官透过压力来要求判刑降低，或者是量刑变得提高的，也就是长官把手伸进军法体系里头搅，我还真的看过。所以你基本上你问我说，现在这种审判体制好不好？其实我认为是不错的，因为站在司法官前面，大家都一律平等。那但是啊，我们现在讲说美军他在东亚部分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就是这几天。横须贺里面呢进来这2艘无人船，那这2艘无人舰艇呢，上面这个是水手号，下面的这个是游骑兵号。这2艘呢，其实它在构型上面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它开启了美军下一世代的一个作战模式，也就是它要使用无人舰，也就是说，它现在开始就是除了我们以前所认知的这个叫做分散式杀伤之外，他现在要用这些小的舰艇，然后无人舰，然后配合在神盾舰旁边，也就是神盾舰的飞弹打完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它这后面一个20尺的货柜啊，这个里面就是标准6型的飞弹。也就是说，他们未来是这样做哦。那现在这个船已经到荷须贺了，8月中旬的时候，他还在夏威夷。他为什么要跑到东亚来？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美军当他自己，因为我们刚刚讲试射标准6型飞弹啊，在2020年就已经试射过了。那他为什么现在跑来？也就是他有没有可能未来开进黄海或者开进东海，对解放军进行测试？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解放军千万不要上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开到那里的时候，你各种的对他电子战啊什么，他也有电子接收的能力。那现在我们的作战样式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电磁频谱战。电磁频谱战呢，在平常作战之前，我就要掌握你在哪些频谱使用哪些装备。那现在他如果开到黄海、开进东海，甚至开进南海，他就是来做电磁接收的部分，这也是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左老师，您怎么看？说，现在感觉中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对于台海之间到底会不会发生战争？美国他现在秉持的立场是什么？是希望发生战争吗？还是说希望不要能够往悲剧或灾难的方向去发展？当然，我觉得现在美国可以说从民主党、共和党有2个不同的方向。民主党呢，行政部门大概现在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大家去寻找一个避战的方法。可是共和党呢，但大家就认为说，两岸开战的机会还是蛮大的。特别是大家注意到最近盖拉格，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
的那个主席，他特别在召开他到纽约率团到纽约去，然后呢进行所谓的企业兵推。他说，两岸之间未来开战的机会是很高的。那特别是如果明年是赖清德当选，那个机会会特别高哦，这是盖拉格讲的。那当然，这个民主党其实也没有完全否认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啦，他只是认为说，现在放出一个讯号，就是说战争是对北京来说可能是一个不智的做法。那美国也有能力去阻止北京去这个占领台湾，大概。他不特别去讲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他也没有否认这可能性，反而是我看到林传媒这个民调，我觉得是有意思的。他说呢，两岸现在大家这个台湾有52.24%的选民呢，相信3年内不会开战，跟美国现在传递出来的讯号，特别是共和党讲的这些事情，其实蛮不一样。特别是你看他这个趋势。就越来越多人呢认为未来不会开战，就未来3年内不会开战，这是林传媒的。我认为这个民调就展现了目前民进党两岸政策以及国安政策一个很大的盲点。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告诉大家不会打仗，而且告诉大家我们都很愿意打仗，这个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矛盾的一个讯号。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大家看到，其实林传媒的这个民调就是反映了很多绿营的朋友经常会讲的一件事情。哎呀，中共不会打啦，中共不敢打啦。哎呀，美国会来保护我们。所以你看，历年来他会说到美国愿意协防台湾的这个数字，其实都很高的，就是在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比率都非常高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民主基金会他做的民调说什么？就台湾人有60%以上的台湾人，如果因为台独中共打来，他们愿意保卫台湾；如果是因为统一中共打来，那么还有70%的人愿意保卫台湾。可是呢，大家知道吗？民进党就是民主基金会这个民调居然没有公布在网站上。他说你要得到这个资料要怎么得到呢？你要跟他申请，而且只能做学术研究才可以去申请。然后他还有一个严格的规范，这个是国会的资金。政府的资金去做的一个民调，你看像台湾民意基金会很多的民调公司都是在网络上，你可以去考察他的一个受访者的背景资料啊，各项的分析。我们民主基金会居然没有，这是很有问题的。那这个我认为，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应该要严格的监督他，一定要公布他的民调内容，不可以这样子，什么一定要去申请，一定要做学术研究，违反了还要究责。我认为这是很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我特别讲。保卫台湾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国军的士气，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国军来服务，有更多的人愿意担当保家卫国的责任，这个才是更有用的民调嘛，比民调更确实的数据嘛。可是从2016年以来，10位政府送训到西点军校的这个军官，通通都退役了，都如期退役，有的只差5年就可以拿到终身俸，他都退役了，这表示我们的军队留不住人才。政府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过去3年有8000多人退训，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国家安全很大的一个问题，政府应该要严肃的来面对。当多数的国人都相信蔡正总的说法，认为两岸之间不会开战，会不会是另一个重大的警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